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苏拉，现在在泰国清迈，生活在凤爱瑜伽的一座山上，大概有9年多的时间了。那目前我是我的灵性导师，我的师傅他身边的翻译兼厨师。之前在国内生活，在上海的时候，其实跟大多数朋友都一样，其实特别的忙碌，虽然表面看起来特别的光鲜亮丽，然后加班赚钱花钱，想寻找一些快乐，但是永远都没有这种很持久的满足。所以我就在思考，我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如果我走在错误的方向上，我无论前进多远，那都是浪费我的时间生命。所以我就决定为我的人生按下暂停键。那一次旅行，我来到了泰国清迈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那接着就在我们朋友 Lila 的指引之下，来到了凤爱瑜伽的山上，遇到了一群俄罗斯人。当时就据介绍说，这群俄罗斯人在为神工作。我当时心里就扑哧的就笑了，说怎么可能嘛？接着呢，大家又带我去拜见这里的师傅，所以我就上去了。结果一见到这位师傅，我就特别的惊讶，原来他不是那种传说中只会嗡嗡念经、不理世事的那种人。于是我们就开始聊天，聊 iPhone， 聊 Google， 聊莎士比亚，聊王尔德，还有以及我问我师傅，为什么我妈跟我奶奶永远都在吵架。所以师傅的话呢，他的答案就让我特别的幸福，然后也让我心生欢喜。我当时就觉得，这个就是我一生在找的人。如果我的人生有他指引，那么就绝对没有问题。之后我又回到了上海，但是我在思考了几个月之后，还是决定要放下一切，先回到清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人生头等大事，不能耽搁。所以我又整理行装，又来到了清迈。刚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山上，就是还是什么都不懂，大家就派我先去厨房削土豆。我当时我就纳闷了，我说我一个名校名起的，怎么说也是一高材生吧，干嘛要被派来给你们打杂呀？所以当时就特别的不情愿，一直在翻白眼。再想想看，我的前半生就是十指从未沾过阳春水。那更别说要我下厨房削土豆做饭。后来我们一位印度妈妈来清迈，要来教大家做饭了。所以呢，我当时也很好奇，说我们有大厨房跟小厨房的区别，师傅是用私厨小厨房，我就很好奇师傅到底在吃些什么。所以印度妈妈就教我们做了第一道菜，叫稻，就是用绿豆仁熬成的粥。做完之后，这个印度妈妈说我做的还不错，她很满意。OK。那接下来又一次我们去印度朝圣，它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在印度妈妈家里做客，她突然转过来跟我说：“苏拉，你留下来跟我学做饭。”马哈尔的大厨离开了，我当时就惊呆了，我说什么？我学做饭啊？就我这种菜鸟要学做饭，要给师傅做饭。但是还是后头一想，反正就学学吧，反正又没什么坏处，也不可能回去让我给师傅做饭嘛。所以就这样临危受命，我就跟着印度妈妈学到了几道简菜，大概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菜式。接着呢，就又回到了清迈。一回到清迈不要紧，所有人听闻我学成归来，立刻被拉去要给厨房给师傅做饭了。我当时特别的惊恐，但是觉得尝试一下就尝试一下吧。其实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量，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年少无知。回想一下当时做的饭，简直是不忍直视，咸的咸，不熟的不熟，糊的糊。而且我师傅又是一个美食家，特别的高标准严要求。我觉得我当时简直我的厨艺就是拿我师傅来练手。但是确实也是因为说师傅他特别的仁慈，他特别的包容，他一直忍受着我这样子的厨艺。到最后头他就说，当时其实特别担心是我在做饭。就这样，就师傅一边指点说这道菜应该怎么切，这个火候应该怎么样，就是一道菜反反复复的练习，可能20多遍、30多遍，有些做对了，但是有些就是怎么着都不对。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心理压力特别大，也特别的憋屈。所以我就去请教我们的神厨勾泡，那他是之前前任师傅他身边的神厨，所以师傅特别爱吃他的菜。我就问他勾泡你到底怎么做的呀？他就说，其实秘诀就是你要用心，一定要用 heart。但是我就是 get 不到这个点。我说怎么着用心嘛？
但是，所以我在每次做饭之后，我去端给师傅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在默默的祈祷：哎呦，这是我师傅做的，师傅你一定要满意啊！还有在后来一次去印度朝圣，就那一次对我的改变特别大，我好像突然能够感受到很多东西，看到很多东西。也是在那次回来之后，师傅突然说：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现在做的饭有质的飞跃。当然，我会跟大家搪塞说，因为我去了印度呀，我吃了很多特别正宗的美食呀，都吃多了，那你就会做了。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你的内心发生了一些转变，当你感受到了一些东西，打通了一些东西，好像这根天线连通了之后，你就自然而然的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件事儿。就这样，天天为师傅做饭，大概做了3、4年的时间。其实对我而言，这些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，其实是最落地的、最实际的练习修行。因为从最开始的陌生、抗拒、排斥，一直到后头能够学会臣服、学会放下、学会接纳，到现在能够熟练掌握做饭，做出来的一些菜，师傅也特别满意。而且现在还有时间，还有余力来走到镜头前跟大家分享。当然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个人的努力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在我的成长过程之中，在我跟我的小我斗争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师傅的仁慈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如果是他的力量让我一路坚持了下来，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人，我不可能为他去做饭，我更不可能走到今天，我可能还在阴沟里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录制一系列的做饭的小视频，跟大家分享庙宇里的食物到底是怎样的，这些瑜伽体系里所倡导的健康的善良属性的食物又是怎样的？那是不是这些高僧们吃了这些食物，所以才那么的红光满面？那会有披萨，会有甜点，还有咖喱，通通都有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想跟大家传达这些食物里的温暖，这些食物的美学，它对我们的生命、对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，以及我在这9年的风爱瑜伽的练习的道路上的一些感悟。那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。谢谢大家。